喺古代咧，有一樣唔係咁好嘅行為習慣嘅，就係中意屠城啊。從公元前17世紀嘅商朝去到1912年嘅清朝，成段歷史就係頻繁嘅戰爭同埋殺戮。嗰啲古代人呢，當佢佔咗一個城之後呢，佢好中意屠城同埋放火焚城嘅。公元前嘅207年，西楚霸王項羽呢，就有過5次嘅屠城紀錄噶啦。佢一生啊屠殺咗150萬人嘅。公元前嘅193年，三國時期，曹操就對徐州、雍丘、彭城、鄴城、太原等多個城市，亦都進行過屠城嘅。公元304年五胡亂華嘅時候，喺300年間就進行過25次嘅屠城。名將冉閔下達嘅殺胡令，令到鄴城就成為人間地獄，20幾萬胡人被屠殺，女人就被趕殺落河浸死。去到公元嘅875年，唐朝末年嘅黃巢起義就屠殺咗800萬人。喺廣州啊，亦都屠殺咗12萬嘅外國商人，仲燒晒啲商船，截斷咗海上嘅絲綢之路。喺公元1215年間，蒙古帝國打到去土耳其，去到邊就殺到邊，淨係喺中國啊，就直接屠殺咗6700萬人啊！連同中亞、西亞、東歐，一共啊屠殺咗2億人啊！呢個係世界吉尼斯紀錄啊！去到公元1645年，清軍破揚州城，又進行大屠殺。著名嘅揚州10日屠城，屠殺咗80萬漢人，婦女被集體凌辱。公元1850年嘅太平天國戰爭，導致2-3千萬人喪生。1864年嘅7月，曾國藩嘅弟弟曾國荃率領湘軍攻破太平天國嘅天京，亦即係而家嘅南京。破城之後，縱火搶掠，屠殺平民20-30萬人。南京啊喺歷史上係被多次屠城嘅，最後一次咪1937年咯，俾日本仔屠城咯，又係死20-30萬人嘅。黃粲咪有首七哀詩咯，出門無所見，白骨蔽平原。意思就係當你行出門，滿目蕭條，一無所見，只有望唔到盡頭嘅一堆堆白骨。咁點解會咁多屠城嘅呢？咁啊，其實喺古代嘅攻城戰呢係好難打嘅。通常攻城嘅兵力呢係要係守城兵力嘅3倍先至有機會破城嘅。攻落一座城係要死好多士兵嘅。咁人啊，梗係怕死噶啦。古代嘅運輸能力落後，每次嘅侵略戰糧草都係好緊張嘅。而守城方呢就以逸待勞。喺正常嘅情況下，城裏邊嘅糧食就肯定比攻城方要多嘅，所以時間拖得越長，對攻城方就越不利，士氣亦會不斷下降，怨氣沖天，仲會嘩變添。咁所以嗰啲將領呢，為咗穩住軍心，就好中意用破釜沉舟嘅方式對嗰啲士兵畫餅嘅。錢我就冇得俾你哋噶啦，就算有錢，我亦都唔會私人銀荷包去俾你哋。咁嗰啲將領呢，就會拍晒心口，對下邊嗰啲士兵呢，就許下承諾，破城之後7日不封刀，意思就係破城之後喺7日之內可以無法無天，自由燒殺搶掠，搶到嘅財物就係屬於你個人所有。咁啊，至於搶到幾多就各安天命啦。至於裏邊嘅女人，你中意點玩都得。咁嗰啲士兵一聽到呢個承諾，即刻個腦海入邊就幻想緊嗰啲變態嘅畫面噶啦。正所謂做好人就難，你要我做壞事喎，容易啦，可以合法做壞事，雙眼都即刻放晒光啊！咁啊，即刻就個個都進入狂暴狀態，個個都同你搏晒命啊！其實喺現實中，嗰啲將軍啊，好多都係兩面三刀嘅，為求目的就不擇手段。佢哋為咗更容易破城，會欺騙城入邊嘅老百姓，只要你哋不抵抗，軍隊係絕對唔會濫殺無辜嘅。今日手下啲士兵一聽到，個個都心知肚明噶啦。咁樣講，只不過係為咗防止城入邊嘅老百姓搏晒命抵抗嘅緩兵之計啫，兵不厭詐啊嘛。
咁於是破城之後入城嘅時候呢，大家都扮晒嘢，收起晒啲武器嘅，面上邊就帶住虛假嘅笑容。喺嗰一刻，嗰啲抱住細蚊仔嘅婦女、驚慌逃命嘅商販，同埋嚇到瀨尿嘅書生，都好天真咁以為眼前呢支軍隊係紀律嚴明嘅仁義之師，即刻就放鬆晒，放低抵抗同逃亡嘅念頭啊！匿埋喺櫃入邊嗰啲亦都行翻出嚟。一個時辰之後，嗰啲士兵分佈到各個街角，並且都瞄準晒已經鎖定嘅目標。剎那間，一齊撕下偽善嘅面具，挨家挨戶破門而入，開始三光政策啊！佢哋好似土匪咁翻箱倒籠，無論係金銀珠寶，抑或係綾羅綢緞，甚至係稍微值錢嘅衣物，都盡數收入囊中。立得啊，立啦！嗰啲老百姓唔好話反抗啊，你露出少少不滿嘅面容啫，就即刻手起刀落，身首異處啊！想跪地求饒啊，冇用嘅。只要你阻住我搜殺物資，我嗰啲被激發嘅反社會人格就會釋放喺你身上，輕則毒打，重則就秒殺。但係一去到晚上盤點今日嘅收穫嘅時候，你發現自己嘅收穫比人哋少咁多，即刻心理不平衡。嗰啲老兵就會教你，想攞得多你就要夠狠。於是去到第二日，你就變成一隻野獸，開始嚴刑逼供，審問金錢嘅下落。你哋一定有收埋嘅，收埋喺邊？快啲攞出嚟，將嗰啲店鋪老闆就吊起身，以其妻女性命就要挾，逼使佢交出藏喺地窖入邊嘅金銀珠寶。咁喺古代呢，女人就係貨物財物，嗰啲女人被輪番蹂躪就梗噶啦。運氣好嘅就成功自殺，減少痛苦；運氣唔好嗰啲就被折磨致死。經過咗3日嘅搶掠蹂躪，城裏面到處都係腫脹發臭嘅屍體。你喺屍體堆裏邊掘金牙，去到第5日，將軍就會下達封刀令，向全城發出告示，只要交錢就可以免死。殘存嘅居民就好似睇到希望咁，個個跪地，獻上佢哋藏得最深嘅剩餘資產，嚟到換取自己嘅一線生機。其實嗰啲士兵就好清楚嘅，呢個只係將軍為咗榨取老百姓剩餘價值嘅最後手段啫。嗰啲妓女又為咗活命，妄想用身體換取生機。去到第7日，將軍就會下達命令，將所有見過我哋嘅人全部殺晒，免得呢啲唔見得光嘅行為被別人知道，全部滅口。嗰啲老百姓到呢個時候終於知道，無論你幾咁配合，幾咁聽話，最終都係難逃一死嘅。呢個時候終於奮起作出最後嘅反抗，可惜經歷咗7日嘅折磨，仲邊度有力氣啊？屠城之後咁多屍體擺晒喺度，就好容易爆發瘟疫嘅。最簡單最快捷嘅方法就係放火燒，烈火過後，所有證據都被燒得七七八八。返到軍營，大家大碗酒大塊肉，大肆慶祝。當兵嘅要錢養妻活兒，將軍就要功勞升職，建功立業，皇帝就要立威。所以就會出現屠城呢個做法啦。人性係一錢不值嘅，喺古代人命係卑賤到連螻蟻都不如嘅，只不過係叢林法則嘅犧牲品。地球去到1951年嘅1月12號，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60A 號決議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，簡稱 CPPCG 條約正式生效。邊個都唔可以進行任何屠殺。打咗利比亞嘅卡扎菲，咪就係因為佢屠殺平民咯。人權係所有人與生俱來嘅基本權利，不分種族、性別、年齡、國籍、族裔、語言、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，不需透過金錢換取，不需要由父母給予，
亦不需要國家立法先被承認。人權係包括生命同埋自由，不受奴役同埋酷刑，表達意見及言論自由，獲得工作同埋受教育，思想嘅自由，信仰宗教嘅自由等等。好彩我哋係出生喺現代啫。哇！你話如果我哋喺古代，能唔能夠安全長大都係一個問題啊！成個古代簡直就係黑暗時代嚟嘅。OK，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